最近有美国海军侦察船一直在中国南海的西沙海域转悠不停，到底怀有什么目的？我们是否有什么针对方法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拜登上台后并没有放松特朗普时期对我国的高压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就比如美国海军的一艘情报侦察船一直在我国西沙附近海域晃荡，虽未闯入12海里，但这种情报搜集船只在这一带已经徘徊1个多月。虽然不会造成什么现实的危害，但是一直飘在这里不走也是比较恶心人了。面对美军越来越频繁的干扰，我们有什么反制措施吗？对待这种非军事但又对我国造成影响的船只，有专家表示可以出动一些使用柴油发电机的船只在周围巡视，这种船噪音大，可严重干扰侦察船的作业，令其无功而返。美国海洋监测船打着海洋侦测的幌子，赖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已经1个多月。有专家认为，美国侦察船甚至要比军舰的危害更大。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海洋监测船，它一般搭载各类水声监视和探测设备，主要包括船底的主被动声呐、船尾的拖曳线阵列声呐等，主要用来执行收集海文信息、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等任务，记录下相关参数，海流、水温、深度、海底环境等参数都是极其重要的海军资料。这些资料最终也都会对我国潜艇产生巨大威胁。对于这类船只，我们无法派军舰驱离，因为它没有搭载任何武器，不属于军事舰艇。美国海洋监测船一方面可以探查我国海洋环境信息，如洋流、水温等，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海洋作战环境数据库，为海上作战，尤其是潜艇作战提供了基础的一手水文资料。另一方面还能收集监视潜艇和水面舰艇，尤其是潜艇噪音信号特征，进行有效识别。别看侦察船虽然没有武器，只有一个普通的外表，但是起到的军事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以前美军就曾派出无暇号，不打招呼就到中国海域周边光顾，算是我国周边海域的一个老常客了。美军频繁地派遣侦察机舰抵近侦察南海，其实就是在做情报收集工作。现代战争最重要的就是情报信息，美军希望尽可能地对我国周边环境进行侦察，为以后的行动做准备。而且美国这也算是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对我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进行挑衅了，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我国在南海的地位，从而压缩我国战略生存空间。所以总的来说，美国在南海地区一来是为了刺探情报，二来是为了恶心我们。想要对付这一类侦察船，动武当然是犯不上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这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发动群众。要知道，我国渔民人数总共上千万，而全国一共拥有73万艘渔船，总吨位上千万吨。利用好这些渔船，其实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对抗美国海军对于我国近海海域的侦察。这10几年里，我国的渔民同志们着实是捞到了不少的美国海军投放的各种海上侦察设备，随后上交国家。甚至我国的一款主力轻型鱼雷鱼7都是因为渔民打捞到美国海军 MK48 之后进行仿制而来。而国家对于渔民打捞到的这些侦察设备也是会进行奖励，少则数千，多则10几万元。也正是因为渔民们积极参与，美国海军这些年来在中国近海损失可是不小。当年的常客无暇号海上侦察船曾经就在中国近海进行侦察作业时，被足足5艘中国渔船围住，当面打捞美军投放的侦察设备。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美国认为中国渔民都是海上民兵的观点，这当然是一个误解。不过我国的渔民的确是为了守护我们的海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不，本次获得勋章的党员之中，有一位仁兄就是因此获得嘉奖的。尽管想要完全避免美国海军的侦察，那也是不太现实的。不过这样也能极大的增加美国海军干预中国海疆的成本，效果还是不错的。别看美国派侦察船来我国周边刺探，
其实我国也用这招对付过美国，我国海军就曾多次派出 815A 电子侦察舰抵近侦察美军演习，包括2014年监视美国环太平洋军演，2016年对日本实施环岛侦察，2017年在阿拉斯加监视美军导弹拦截实验，2018年马拉巴尔演习，2019年美澳洲联合军演等等。我国这种对等的侦察令美国不厌其烦，而且防不胜防。